训犬师此时非常愤怒，他恨不得马上掐死这条疯狗，因为就在刚刚，他居然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1岁多的婴儿身上。幸好训犬师反应迅速，一把将恶犬捏了起来，手上也被他狠狠地咬了一口。仅仅几秒的功夫，训犬师的手上就出现了多处的大面积淤青，可以想象这一口如果咬在孩子身上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当训犬师询问女主人孩子和狗狗谁更重要时，这位女主人却迟疑了。20kg였으면 어떠실까요? 사람이 죽을 수도 있어요. 아기가 있잖아요. 네. 如此奇葩的回答，把后台的嘉宾都给干无语了。10kg 했다면 어떻게 됐을까요? 据女主人介绍，当初在怀孕之前，她就产生了要抚养一只小狗的想法。她认为宝宝在狗狗的陪伴下长大，对小孩子的心理和性格成长有帮助，日后也可以让孩子更加有责任心和爱心。所以就在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夫妻2人就在一群小狗中一眼相中了这只马尔泰犬。因为当时只有它乖乖地躲在一旁，看上去非常的有素质，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品种的狗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其实它们天生就有着超强的嫉妒心。刚到家的狗狗还很讨人喜欢，看上去非常的温顺乖巧，但就在家里的孩子会走路后，狗狗的性情却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孩子从它身边经过，它就会瞬间警觉，同时发出阵阵低吼，甚至会突然对着宝宝咆哮。对了，这么精彩的剧情必须得用好的设备观看。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台苹果13 Pro Max 只要3900，比新机便宜了4300，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空调了。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页2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外面的2手正规，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推荐你也去转转。吓得正在喝水的宝宝差点呛到，但天真的女主人却还以为他们之间只是在开玩笑，直到她无意间拍下了这段视频，才让她真正感觉到了后怕。女主人没想到外表乖巧可爱的狗狗背地里居然对宝宝有着如此强烈的攻击性，她这才意识到狗狗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狗狗对她的攻击性也是越来越强。最让人后怕的一次是她和孩子抢玩具，在宝宝抽回手的一瞬间，恶犬突然张着大嘴咬了上去，这一次宝宝伤得非常重，稚嫩的小手缝了整整17针。女主人现在同样身心俱疲，每天不光要照顾宝宝和小狗，还要忙于工作和打扫家里的卫生以及1日3餐，婆婆也深知儿媳的不易，抽空就会过来帮她看孩子和分担家务。可这只狗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宝宝不睡觉时，它就一动不动地趴在窝里，非常的安静，但只要宝宝被奶奶哄睡着后，它就在屋里疯狂狗叫，还不停地上蹿下跳，一刻也不得安宁，不把孩子吵醒誓不罢休。看到宝宝受惊之后嚎啕大哭，它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心满意足地回到窝里，继续安静地趴着。看着怀里备受委屈的宝宝，老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对这只狗，他是打不得骂不得，因为儿媳有多宠溺狗狗，他不是不知道，况且儿媳每日有多操劳辛苦，他也都看在了眼里，所以他不想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说出来，给儿媳添堵。走投无路的老人只好求助训犬师的帮助。训犬师清楚孩子的安全问题不容小视，于是紧忙赶往女主人家中。才刚一进门，狗狗就开始冲着他疯狂咆哮。训犬师让女主人拉高牵引绳，等到狗狗安静了，再松下手中的绳子。面对训犬师的步步紧逼，狗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明显。被控制后的他明显很不服气，赶忙躲在女主人身后，直直地盯着孩子。训犬师马上就察觉到了危险，这条恶犬接下来要做什么，训犬师心里可太清楚了。 저런 친구들이 간혹 그걸 풀기 위해서 가장 약한 대상한테 물어요. 애기를 물까봐 걱정이에요. 애기 위험해. 此时训犬师已经被这条狗气红温了，干脆不再惯着它臭毛病，下手时也带了一些情绪，直接掐着狗皮把它揪到半空。受了惊的狗狗此时正在剧烈反抗，突然猛地回头，恶狠狠地咬在训犬师的手上，同時伴随着刺耳的尖叫。由于过于紧张，狗狗此时已经被吓得大小便失禁，被控制在地上后还在发出痛苦的哀嚎。 네 그렇게 사람 물고 그리고 어떻게 너 진짜 세게 무는구나. 训犬师被咬的地方已经出现大面积淤青，并不断渗出鲜血。就在这时，宝宝却突然爬了过来，训犬师赶忙将狗狗一把拎起。考虑到孩子的安全，他让老人先带着孩子暂时离开。 너 아무한테나 그렇게 달려들고 그러면 안 돼. 训犬师告诉女主人，就是因为他平时对狗狗毫无底线的溺爱，才让狗狗狂妄到今天这副模样。刚才幸好咬的是他，如果咬的是孩子，你们一家人哭都找不着调。女主人却说，由于平时忙于照顾孩子，狗狗在一旁总是感觉很委屈，她感觉很心疼，所以凡事对她都很迁就。训犬师警告女主人，从今往后不要再有这种想法，在这个家庭中，宝宝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主人才应该是老大，不管什么时候，狗就是狗，也只能是狗，地位永远在最底层。紧接着，训犬师开始正式训练。看到突然站起的训犬师，狗狗又开始在一旁无能狂怒，完全忘记了刚才挨揍的痛苦。训犬师让女主人对狗狗进行压制，不管怎么做都要将它推出去，然后再对它进行空间压迫，并告诉狗狗这个家谁说的算。 여기 내 집이야. 한 발짝 가까이 가세요. 물러나. 물러나. 狗狗被教育后有些尴尬，但很快它就低声咆哮地走了过来。
女主人马上下达指令让他停下，但他却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女主人见状，只好迅速起身，大跨步向前对他进行压制。可即便如此，狗狗却依然尝试悄悄靠近。训犬师这时想要上前帮忙，狗狗又开始对着他疯狂吠叫。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今天几次三番的挑衅他，当着主人的面把他按在地上摩擦，这让他感觉非常耻辱。此时的狗狗已经濒临崩溃，躲在角落里一动不敢动。当女主人牵着它回到客厅后，狗狗直接和女主人一起坐在了沙发上。训犬师说，沙发是位于家的中心位置，狗狗长期坐上沙发就是占据了家的中心，这让他误以为自己就是家里的老大，所有人都要看他脸色行事。而且坐在妈妈膝盖上的应该是孩子，不应该是这条恶犬。女主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家庭地位的混乱，让狗狗误以为自己的地位高于宝宝，这已经让他没有主次之分。女主人的做法可以说相当危险。从现在开始，狗狗不可以再到沙发上，除非得到主人的允许。如果它有想跳上沙发的举动，主人就要果断将它推下。但这只一生要强的恶犬怎能如此轻易屈服？它绕过训犬师和女主人，从另一侧跳到了沙发上。得逞后，就冲着训犬师不断的狂吠叫嚣，训犬师也紧随其后，来到沙发上。被逼下来的狗狗开始对着训犬师疯狂啃咬。这时就需要女主人出面对狗狗进行压制，每迈出强硬的一步，狗狗就会害怕的后退几下。可女主人的压制并没起到多大效果，狗狗依然跟着她走了出来。训犬师见状，只好再次上前阻挡。这次狗狗终于彻底暴怒，疯狂的在地上攻击训犬师，一人一狗彻底陷入僵持，从厨房一直干到客厅，就这么不吃不喝的干了24小时。这时，一旁的女主人加入战斗，她这次的态度也比之前强硬了许多，再一次把狗狗逼到角落里。当女主人这次离开时，狗狗不但没有跟上来，反倒还异常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就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在没有主人的同意下，狗狗就这样在墙角一动不动地待了半个小时，训练终于有了成效。随后，训犬师又对狗狗进行了航空箱训练。成年后的狗狗一般都很抗拒进到这里，但今天却异常顺利。女主人只是往里扔了几个零食，狗狗就一头扎了进去。训犬师说，狗狗今天过得非常艰难，一直在受挫，不能像平时一样嚣张跋扈，所以现在进到航空箱后，它就像是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会获得充足的安全感，还能吃到美味的食物，这样以后他自己就会喜欢进到里面。训练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训犬师说，以后只要宝宝在家，狗狗就要进到航空箱，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毕竟宝宝现在还太小，等长大些再考虑把狗狗放出来。最后训犬师告诫女主人，这种狗的嫉妒心就是很强，以后千万不要再过度溺爱，孩子只有一个，要懂得珍惜。